其实今日学生前来啊，是向恩师来讨主意的。说吧，能帮上你，也让为师感觉到自己还是个有用的人。恩师啊，虽然大圣目前已经出沙，但是呢，却连个商标都没有。是该有个商标啊。我看，不如叫魁星吧。魁星，恩师啊，魁星虽好，但是不是有点以状元的名头傲人，过于招摇？你乃大清的状元，名副其实啊，不存在招摇一说。好，就以恩师，今后大生纱厂出产的棉纱，就以魁星为商标。多谢恩师。喝茶。谢恩师。魁星，这相貌如此奇特，这个作为咱们大圣的商标，会不会不合适啊？哎，这可是翁师定的，从来都说状元是文曲星下凡，这不挺贴切的吗？哎呀，商标也有了，也开车出沙了。咱们当初定的这个进花纺纱、出沙收花，还得摸索一段啊。万一有什么闪失，资金流上出现问题，生产还是挺困难的。哎呦，难呐！但不管怎么说，再困难，大圣也不能垮。大哥，哎，哦，哎，四哥，先生，皇上，哎，商标怎么样？大家都觉得好，可以。我老恩师翁师定的，错不了。对了，刚回来又要向各位辞行，又得出趟门。去哪儿啊？去上海。上海干嘛去啊？去见个人。谁呀？郭华茂。啊？哎，他给咱们啊来了封信。这是什么？战书啊！别人下了战书，那我自然是得应战的。见他干嘛？这不是浪费口舌吗？哎，孟生啊，不是这么说。郭华茂这个人虽然说油滑，但是伤害臣服多年，有他的过人之处。我倒要看看他是怎么想的。还有，知道这封信的意思吗？主要思想是，他要在这个时候收购我们大圣。哈哈，郭华茂啊，古今他不给齐了，我们刚起步，他要收购咱们，他什么意思？我倒要去会会他，具体内容自己看。告辞，告辞。哎呀，当初要不是这个郭华茂出尔反尔啊，许诺给我们的古金一直没有兑现，咱们大生也不至于走得如此艰难的。你说现在啊，他不想着补上古金，反而要收购咱们辛辛苦苦创办的大生，我看这个人呐，脸皮比我鞋底子都厚。我看呐，四先生根本无需去见这个人，他郭华茂，他现在就想拿走咱们大圣，我第一个不答应。后生这番话我爱听。也许咱们是当局者迷呀，在这种情况下，他要收购咱们大生，必定有点想法。如果他有什么办法，正好能让咱们摆脱困境，也不妨听听嘛。王茂贤弟，哎呦，状元公，您怎么不提前知会一下，我好去接您呢？护账房刚刚搬家，来不及呀。搬家也用不着您亲自动手，好不容易来一回，让小弟好好尽尽地主之谊。哎，不必客气，我们先谈正事啊。请。好。状元公真是雷厉风行啊！不知最近上海纱市的行情，您了解了吗？听说了，不好，而且是非常的不好。纱市低迷呀，很多华资纱厂纷纷停办或者是出卖。
是啊，哎，我听说陆润祥陆状元丁忧期满回京之时，把这苏京厂和苏伦厂都租出去了。是，我也听说了，好在是租不是卖。黄茂贤弟啊，你给我来信说对大生的未来有些建议，我今天来很想听听。我是想与您商量啊，以作价43万两，租下大生的经营权。43万，对，这个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关机作价25万两，商股本金18万两，合计43万两。我想问一下，您租到手之后，将来是由谁经营？自然是我身后的那些杨大人们。我明白了，陆状元的厂就是这么转向的。是，所以说，大生不会步这个后尘。还有什么建议？既然您不想租的话，您可以折价把大生厂卖给我吗？卖给您？是。哦，这我倒很想听听。买大生，您又准备作价多少呢？我要买的话，出不了那么多了，我只能给到25万两。25万？对。黄茂贤弟，当年沪董、通董，我们是签订过合约的。沪董的股金至今不足，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把股金补足，帮我渡过难关便是啊？状元公，以现在的行情，我郭华茂就算是有通天之能，我也没法劝说那些沪董继续投资您的大生啊。大生，卖，我对不起通州父老；租，不到山穷水尽，我绝不会走这条路。可是您现在还有其他的路可走吗？黄茂贤弟，你不帮我，我自己扛。好了，如果没有其他新的建议，我得回去扛了。哎，状元公，你看，不如这样，我准备好午饭，咱们两个边吃边聊，您再好好考虑考虑，千万别意气用事啊！不必了，黄茂贤弟，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办，我们后会有期。可是您还能扛多久啊？哎，没钱呐，慎德哥，我挺不住了，我是真的挺不住了。孟生啊，你也40好几的人了，怎么还是一点城府都没有？你大生的银钱董都慌了手脚了，你让底下人怎么看？像什么像？你俩出去，把门关上。沈大哥，这都什么时候了，我还能顾得上底下人怎么想？大生要是垮喽，可大生垮不了。沈大哥，你是咱们大商的进出货董，你看看咱们棉纱卖出去了吗？看看咱们棉仓还有棉花吗？你打开我的银柜看看还有没有银子？你这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垮不了，你倒是想想办法嘛。进出货的事我会想办法，但你不要六神无主的到处嚷嚷，账上没有钱了。你让工人知道了，闹起事儿来，挤兑工钱，你这个银钱董就算当到头了。
我这不是为咱们大生着急吗？小斗，可以进来干活了吗？山本君の情報によれば、大成宝石商は今難関にあり、我らが新国の宝石業界へ進出するにはとんでもない好機です。どんなような困難に直面にするのか。人なる流通資金を確上、条件は大成宝石商を資本金50万両、年利8人で執行。国土の住所および現猛特許の原進行3年間賃託し、現在その交渉は行き困っており、この日で引き続きたいのか。条件が強化すればことはなる。それは違う。日英商工通商条約、日露商工通商条約、関西互角条約なんとか。我々が中国に対する戦勝国の権益を行使できなかった。それじゃあ過去の計画をぜひお聞かせください。西村、三井物産なんとの日本の大衆商が主導し、一般の日本商人が中国人が継続した東アジア過小貿易網から脱却し、自主的な対中貿易を展開する。こんな一体なる構想、まさに本の天の時だ。だから西村君、君の次の任務は深海における日本商人商会を成立することだ。宝石業は君の商会の一部すぎず全てではない。君が強くになったら長剣とやつの大生社長を倒すことかなり安いことだ。この点でくれぐれも思っておけ。はい、閣下。四先生吃饭了。干了一上午活啊，肚子早就饿瘪了。玉红，怎么了？跟霜打了似的，没吃饭呢你啊？就剩这么点钱了。没事，没事。四先生，咱们也不能这样一直等吧，这不是个办法呀。咱们跟郭华茂聊完都2个月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你还盼着他买咱们大生纱厂啊？没有，我大生肯定不卖，但是你们不是说什么以租代购不是可行吗？下策，咱们怎么也得等一个中策才是。行，那中策是什么呀？中策就是熬过现在沙市的低迷，等到来年春暖花开，就是大生再起之时。哎，下策中，那先生是不是还有上策呀？上策有啊，上策就是通户古今，如数道场，大生纱厂机器全线开机，高歌猛进。眼下纱价低，棉价更低，应该多囤棉囤纱。一旦行情好转，
就能赚大钱。赚了大钱之后，就可以建立各类书院，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这上策好啊，强国呀！可是眼下这情况，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活到那天。以后啊，没事儿，一切都会好的，放心啊。来，我家！哎，等，哎，你们都走开，都走开，零要多少，我给多少。好，价格好谈，老板。哎，到我店里看，我家还有上好的光妆布。好，我见，走吧，去。哦，小心。大家不要乱，我只要棉纱，不要布。我再说一遍，只要棉纱啊！你们先各自回去，我一家一家看，一家一家看。都走开。好，我把他薅过来，让他跟你聊聊。别！没看这个色，不觉着很奇怪吗？奇怪什么呀？眼下沙市如此低迷，他为什么逆势买进呢？他们肯定想低价囤，然后等着高价卖呀。那他得有大量银子支持啊！眼下沙市涨跌无常，这要砸在手里1年半载，那他就赔大了呀！不是您跟我说这些，他要走了，你看他要走了，他马上要走了，他事缓则圆，这怎么张嘴闭嘴就是薅呢？但是要薅也是我去。老板，到我那看看我的。这位先生，请留步说话。掌柜的，我已经收了那家的棉纱，您不用向我推销了。哎呦，误会，先生，不是推销，在下通州大生纱厂张继直，有事情向先生请教。通州大生纱厂，张继直。您说的大生，可是状元公张謇新近创办的那间纱厂吗？正是。那您，在下名简，字继直啊。哎呦，在下真是有眼无珠，失敬。状元公莫怪。哎，哪里话，先生。哎，敢问先生尊姓大名，在何处高就啊？哎，不敢，免贵姓徐，名庚年，高就更不敢了，只是一个行脚商。不知状元公有何见教？呦，徐先生不敢。若说我是状元，我还敢说一句粗通文墨。但是要说这经商，您是先生，我是学生，当向您求教才是。哎，不敢。今日得见状元公，本该杯酒言欢，以表敬意。只是，眼下我着急出货，实在是不为难。改日再向徐先生请教。好。哎，状元公留步。不知明日可方便？方便。这样，明日中午我在望江楼请徐先生小酌，怎样？我一介草民，怎么敢让状元公破费啊？明日望江茶楼还是我来做东。徐先生万万不能推辞。明日相会是先生与学生相会，您是先生，我是学生，这世间没有先生给学生付学费的道理。好，那明日不见不散。不见不散。
司先生，您还不知道着急啊？我急什么？你方才在徐老爷那儿打肿脸充那什么，说要在望江茶楼做东，那望江茶楼多贵呀，咱哪有钱做东啊？您不是又憋着要卖刺吧？这回被你猜着了，一红啊，我要没记错的话，这附近有一家字画店，叫朵云轩，你去打听一下。朵云轩，明白了。哎，这位先生，您买点什么呀？啊，我看看。好，随便看。啊，那个，我这儿有字儿，我要卖。那我们来这儿看看字儿。好，您请。哎，看就行，手别碰，手别碰。你看，好，字是好字，就是不知道出自哪位名家呀？你看不见啊？啊，这不写着呢吗？张謇，咱们当今状元张继直。我看见了，可不知这是状元爷的真迹还是赝品？我眼看着他写的呀。您眼看着这不好说。您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字我们收不了。你这少废话吧！你就告诉我，如果真的是咱们当今状元张謇、张继直写的字，一幅多少钱？如果是状元爷的真迹，一幅起码2两银子。好，那么多呢？你等着啊。好，等着，别动。哎，司先生，谈好了，一幅字2两银子。哦，哎，多谢老板。先生，您是什么是什么事？哦，明白了，明白了。一红啊，把印给我。状元爷，您的印，失敬失敬。多谢老板。一红啊，哎，谢印啊，好嘞，告辞。状元爷慢走，状元爷慢走，状元爷常来。回来吧。啊，哦，状元爷，你说的啊，一幅2两银子，我还有4幅，一共5幅。好，结账。结，只要是状元爷的真迹，多少幅我都给你结。你等着，我给你取钱。谢谢啊。来，林天兄啊，先用些点心。好。在下何德何能，敢劳烦状元公如此破费？哎，更年兄客气了。我呀，初入商海，很多事情其实不大明白。更年兄能够凯允赴宴，我已经感激不尽了。哎呀，状元公，您这是折煞在下了。有什么问题您尽管问，我一定知无不言。那我就直言不讳了。但说无妨。更年兄啊，眼下这个沙市持续走低，很多沙庄呢不敢囤货，而您敢于逆势吃进，是不是有什么其他销路？这，哟，是不是我问了不该问的啊？嗨，
没什么，只是同行都忌讳追问货源和销路。哎呦，抱歉，庚年兄就当我没问好了啊！来，用点心，用点心。状元公初入商海，不知道规矩，也是情有可原。就棉纱一行，上海纱市虽是晴雨表，但各地需求尚有不同。江南不好卖的，但是到了山东、山西，却不一定滞销。那这么说来，庚年兄还是另有销路。哎，这样，您跟我合作如何？状元公的意思是，我要吃进的棉纱，可由大生包担？这不是？不瞒状元公，来之前我也打听了大生的状况。眼下受制于通户棉纱世家的低迷，大生开工不足。您要我包销棉纱，可以说是在赌博呀。嗨，庚年兄啊，你我不见外，我要干实业嘛。如果说老天让我一赌，我欣然领之啊！永华，来。色白纱刃，成色确实不错。但若是要我包销，这纱价便不能按现在的市价核算。庚年兄，眼下这个纱价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我从豫园批发所采购时，各家急于回本，不用我说，竞相降价，所以，我收的棉纱只有眼下市价的8成。好，8成就8成。这样，庚年兄呢，预付我1半货款，我这边购棉出账。状元公，这不可能。若是我付了定金，但大生仍然难以为继，关门大吉，我找谁要钱去啊？哎，徐老爷，买卖不成仁义在，你不能咒大生关门啊！二位莫怪，我这也是在商言商。说得对，说得对。哎，这样，咱们当下立下字据，如果说大生纱厂出事，您到两江总督面前去告我。自古民不与官斗，状元公这笔生意我做不了。在下告辞。哎，庚年兄，坐。7成，按7成收纱，我保个成本价。市价7成收纱，状元公可是吃了大亏呀。但你给我大生留了一条活路啊！既然状元公让利给我，我要是再推3阻4，可就不近人情了。好，我替大生纱厂所有工友谢谢庚年兄。状元公，不着急谢我这次带来的银子都用作收纱了。状元公所需钱款，还需我回宁波办理。多长时间？月内，便可汇到大生账上。一言为定。一言为定。老板，哎，您这纱怎么卖啊？哦，这2件价钱一样的，都是2文钱一件。那要是进货呢？
进货您如果买的多的话，这边价格肯定可以啊。好，多谢啊，多谢。老板，您这沙是哪儿产的？浙江湖州。湖州。像这样的沙，它一天能出多少？大概出个2000件左右。施先生，施先生，多谢。施先生，后生兄给你接来了。傅生，辛苦啊！比起施先生殚精竭虑，我不敢说辛苦。傅生，我和一位宁波商人谈成了一笔生意，或许能救大生于水火。我得回去安排生产，这大生护账房就交给你了。后生定不辱使命。沪上沙市就是行业的晴雨表，你要紧紧盯住，无论是涨是落还是持平，每日都要向厂里汇报。丁放心，咱们进屋聊吧，啊，收拾东西。来，走。机智先生，好久不见，你这个地方可是太难教了。西村先生，不是为了给我来送乔迁之礼跑一趟吧？我是特意到城隍庙为大圣请来了财神爷。听说灵得很。多谢西村先生。好，有话请直说吧，我赶着回通州。回通州不必急于一时，我找先生谈的都是大事。玉红啊，你带后生去市场转转，了解一下情况。请坐。不急，机智先生，请看。还有礼物。这是我前几日为玉字而写啊。西村先生的意思是，古玩店老板是我的旧相识，我一听说这件事情就赶过来了。人都有马高灯短的时候，机智先生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我，因为我们是朋友。西村先生，您今日之所为，在我中国乃是一番美意，我本当重谢才是。但是今天我看，您不是这个意思。您是想告诉我，在我大生最艰难困苦之时，用了西村先生的银子，对吧？你要非这么想，我也没有办法。看在您大老远跑一趟的份上，我也如实相告，我大生沙场，不租，不卖。你既然要办厂，就应该做一个合格的商人。商人不假，我是中国商人，在我们中国，数典忘祖的事情是不可以做的。我早就说过，天上不会掉银子。四哥哎，咱们现在是负债呀！我借了那么多银子，买了那么多花，放了那么多沙，现在咱们棉纱卖谁家？行了，你别说了。四哥，你说你这么聪明个人，怎么会上这种当呢？你明明知道沙是如此低迷，偏偏这个时候就有人逆势买沙。偏偏在你走投无路的时候，就能碰上这个姓徐的，怎么会江浙上海的棉纱卖不出去，运到山东山西它就可以卖出去，而偏偏还敢包销？你少说两句吧。什么人呢？他能拥有如此雄厚的银子，敢吃进我们这么多棉纱？想想为什么呀？
我说句心里话，自从咱们办厂之后，你们都是对的，我永远都是错的。我作为银钱董，可这银子天天往外流，现在我负债累累，你说我这个做银钱董的，我管这一大摊子，我容易吗我？往上，自从办厂以来，有什么事儿不都咱们兄弟商量着办吗？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季直拿主意多一点儿。但他也是个凡人啊，你也不能要求他长着厚眼，也不能未卜先知，不是啊？怎么可能所有的决定都是对的呢？我也是凡人，你看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是帮着四哥说话啊！行行行，我永远都是错的。你也不用那么想，可能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你觉得他是骗子，他骗咱们什么了？不就是答应咱们的定金没有到账吗？啊，咱们垫了银子，买了棉花，垫了银子纺了纱，那对他有什么好处吗？他以宁波的客商，他又得到了什么呢？陈大哥，你一句话点醒了我这个梦中人呐。对，沈大哥，你说的太对了，他没骗咱们什么，但是比这更可怕的是，这是一个陷阱，这是一个阴谋。嘿，看看你们俩，哎呦，论学问吧，我不如你们。但是论做生意，你们俩加一块儿也不如我。还不明白？还不明白吗，四哥？我明白。孟生，你不妨直说。你这次到上海，这个郭华茂是不是跟你谈起了要收购咱们大生的事儿？不仅郭华茂，连西村都想把大生据为己有。所以呀，有人想低价买我们大生，我们不卖，所以就有人给咱们下了这么大一个订单，逼着咱们借银子买棉花纺纱，把咱们逼入绝境。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徐庚年，旁边又有日本，又有郭华茂。这个徐庚年不是说了吗？1个月之内把这个1半货款给我们打过来。我从月初等到月尾，愣见不着银子，为什么？他为什么不履行合约呀？这就说明他们是一伙儿的，他们就是想趁我们特别被动的时候，我们喘不上气儿的时候，他们趁虚而入，吃掉我们大生。这个徐庚年就是郭华茂跟那个日本人的马前卒。明白了吗？我说的明白了吗，四哥？哎呦，有可能是我着急用钱，一时没想清楚。哎呦，就是可惜了我道银嫂子从娘家借了那批银子。行了，你别说了，银子倒是不多，但最起码支撑了我们大生几天。现在倒好，全搭里头了。你别说了。梦生一语如惊雷，我方知伤害险恶远甚。西村松兵卫虎视眈眈，欲控股吞并沙场。郭华茂空挂股东之名，竟拖欠股金，图谋击垮大生后低价兼并，洋商买办嘴脸，昭然若揭。徐庚年承诺之欲付款，本是救命稻草，却迟迟未至，被骗似成定局。一夕开车时，沈京福大哥定禁花纺纱，
卖沙收花之策临危救场。今天看来，所有努力将付之东流。眼看大圣停车在即，积压棉纱销售无望，见焦急万分，无内俱焚，惭愧不甘。时局动荡，战乱四起，南北交通断绝，全无消息。监狱大圣如巨轮搁浅，望洋兴叹，却动弹不得。众人皆盼见力挽狂澜，但见何德何能，何出其策？彻夜难眠，鬓边白发登生。古人所言果然不虚，人现绝境，当真可一夜白头。